凌晨3点半，闹钟准时响起，荧幕那头一个埃尔林·哈兰德，有人叫他吃饼中锋，有人叫他进球机器，可很少有人问过一句，这台机器的齿轮缝隙里到底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遗憾。老规矩，体坛硬核拆解每日更新，喜欢这类深度内容的订阅开铃铛。哈兰德的身体天生就是个异类，父亲曾经效力利兹联，母亲是7项全能出身的全国冠军，两种顶级运动基因叠加在一起，直接开了外挂。他很小的时候就在跳远比赛里刷新纪录，家乡人都说这孩子以后要么当短跑选手，要么就是天生的中锋坯子。事实证明，后者赢了。青训营里他一路疯长，个头窜得比谁都快，力量堆得比谁都猛，10几岁就能跟成年球员同场较量。家乡俱乐部很快就意识到自己这口小池塘已经装不下这条要游向大海的鱼了。辗转莫尔德，又落脚萨尔斯堡，这段岁月说长不长，却是他从潜力股蜕变成杀手的关键几年。刚到萨尔斯堡那阵子，他大半时间都窝在替补席上，离主力位置远得很。可他从不抱怨，训练场上永远是最后一个走的人。教练组后来回忆说，这孩子身上有种罕见的耐性，明知道机会没轮到自己，依然把每一次训练都当成正赛来踢。真正把他推上世界舞台的是那场让整个足坛倒吸模式，一个人硬生生独进9球，中场比分定格在12-0。对手球员赛后拒绝握手，脸上写满了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的表情。那一夜过后，哈兰德3个字第一次被欧洲各大豪门的球探反复圈起来画重点。如果说萨尔斯堡是他敲门砖，那多特蒙德黄黑军团就是把他真正推向风口浪尖的舞台。转会消息一出，质疑声铺天盖地，毕竟欧冠的爆发谁都能归为运气好，德甲这种身体对抗和节奏强度才是真正的试金石。结果德甲首秀，他替补登场短短23分钟，一记帽子戏法就把所有唱衰的声音砸得粉碎，成了德甲历史上首位替补出场就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半个赛季踢下来，出场10几次，狂轰16球，外加3次助攻。德国媒体前脆改口，说这个年轻人根本不是来适应德甲的，他是来屠杀德甲的。往后2个赛季，他在多特蒙德的成绩单越写越夸张，梅开2度变成家常便饭，大四喜也隔3差5的上演，甚至一度成为德甲历史上最年轻的大四喜制造者。欧洲各大豪门的报告书里，他的名字被反复画了红线。2022年夏天，哈兰德转会曼城，正式踏入英超这片被公认为全世界最残酷的修罗场。当时外界的质疑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刺耳，毕竟英超的防守密度和身体对抗向来是无数超级射手的葬身之地，可他偏偏用一场又一场屠杀，把所有唱衰声统统堵回去。英超首秀梅开2度，紧接住连续多场帽子戏法，甚至有一战单场狂轰5球，帮助球队6-3血洗老对手曼联。那场比赛过后，对方后防线的名字都成了球迷嘴里的笑话。那个赛季结束时，他一个人包揽了英超金靴、欧冠金靴和欧洲金靴3项殊荣，还随队捧起了那座梦寐以求的欧冠冠军奖杯。尘封将近30年的英超单赛季进球纪录也被他硬生生一脚踢碎。从那一刻起，梅西和 C 罗之后究竟谁能接班的讨论里，哈兰德的名字几乎成了每次都绕不开的答案。那个赛季里还有一场比赛，很多老球迷至今提起来都会起鸡皮疙瘩，曼城主场迎战谁都不敢小觑的劲旅。比赛焦灼到最后10分钟，哈兰德一次不讲理的插上，硬生生把僵局撕开。替补席上瓜迪奥拉激动的直接冲出技术区，双手拍向自己的太阳穴，像是不敢相信眼前这个男人到底还有多少能量没有释放完。转播镜头扫过看台，万人齐声呐喊他的名字，那种声浪隔着荧幕都能感受到耳膜的震动。可谁都没想到，就在他个人荣誉拿到手软的同一个休赛期，他要面对的却是另一场完全不同性质的战役。听起来像个近乎完美的童话，对不对？可童话的镜头往往只停在领奖台那一秒，镜头往后拖一拖，你会看到另一个哈兰德。挪威国家队是他这辈子怎么填都填不平的一个坑。俱乐部的奖杯拿到手软，国家队的大赛入场券却一次又一次跟他擦肩而过。连续几届世界杯和欧洲杯预选赛，挪威都倒在了正赛门槛之外。别人捧着国家队的奖杯衣锦还乡，接受万人空巷的欢呼，他却只能坐在电视机前，看着别的球星在赛场上狂欢，自己连上场资格都摸不到。还记得那场关键的附加赛吗？哈兰德赛前接受采访，眼神里罕见的带着一丝紧张。他说这是他离世界杯最近的一次。可比赛当晚，球队的攻势一次次撞在对手的铁桶阵上，他一个人冲到脱力，大腿抽筋跪倒在草皮上，双手拍地，对着空气咆哮，那种不甘的表情，隔着荧幕都能感受到那股憋屈。中场哨响的那一刻，镜头给了他一个特写，他呆立在原地，久久没有走向队友，庞福还在等待一个不会来的奇迹。那一夜之后，挪威依旧没能踏进世界杯正赛的舞台，而他的社群媒体底下涌进了成千上万条又心疼又无奈的留言。网络上的嘲讽从不缺席，
有人专门把他为数不多的失误画面剪成集锦反复播放，一整个赛季几十粒进球的高光统统被无视，只揪着那几次失手大做文章，那种滋味大概只有他自己能懂。一个在禁区里横冲直撞，庞福永远不知疲惫的巨兽，镜头偶尔捕捉到他赛后独自坐在更衣室外的画面，神情里藏着的失落几乎能让人一起心碎。俱乐部的荣誉室摆得满满当当，可正中间那个像指国家队最高荣耀的位置始终空着一格。他从不缺征服世界的实力，他缺的只是命运松一次口的运气。更让人心疼的是他每年休赛期的选择，别的球星忙着晒海岛度假，他却总是第一时间飞回国家队报道。哪怕明知这支球队短期内很难有大突破，他依然一场不落地出现在集结名单里。有记者问他何必这么拼，以他的地位大可以偶尔请假休息，他只是笑了笑，说这件球衣是他从小穿到大的梦想，不管结果如何他都不会缺席。这句话后来被无数球迷截图转发，配上的文字几乎都是同一句话，这样的哈兰德值得世界杯一张入场券。外界骂他是吃饼中风，骂他脚下技术粗糙，骂他不过是体系喂出来的怪物，可真正跟他并肩作战过的人全都在拼了命的护着他，队友心甘情愿为他输送炮弹，教练组把整条进攻线的信任都压在他身上，球迷看他的眼神里永远写满近乎狂热的信仰。有意思的是，哪怕面对空门的绝佳机会，他也会毫不犹豫把球分给位置更好的队友。外界都说他只靠身体吃饭，可真正懂他的人都清楚，那份看似莽撞的坚持其实是他守护那份纯粹的方式。为了维持这具巨兽般的身躯，他每天要吞下极其苛刻的定制餐单，据说连睡眠时间、恢复流程、日晒强度都有专门团队逐项记录，很多食物难以下咽，却必须硬着头皮咽下去。曾经有队友半开玩笑的爆料说，哈兰德连度假时都随身带着自己的锅具和食材，走到哪个国家都不肯破例。旁人眼里近乎自虐的偏执，恰恰是这个男人身上最动人的地方。当所有功成名就的球星都选择享受生活的时候，他依旧像个赌上一切的莽夫，明知前方是一堵墙，也要一次又一次撞上去。他曾在采访里坦诚，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从来不是个人数据，而是没能带着祖国站上世界杯那片草坪。镜头前的他难得露出一丝脆弱，声音压得很低，说起小时候一家人守在电视机前看大赛的画面，说起自己多想有一天能换成家人守在电视机前看他出战。可即便如此，他从没想过停下脚步，因为太多在预选赛失利的深夜依然为他呐喊守候的球迷，值得他继续拼下去。他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一个人可以输掉比赛，但不能输掉继续战斗的勇气。这句话后来成了不少球迷手机桌布上的字句。如今新一轮世界杯周期已经开启，哈兰德正处在职业生涯真正的黄金年纪，脚下的速度没有丝毫衰退，禁区里的嗅觉反而比几年前更加锐利，连对手教练赛前布置战术都要单独用整整一块白板来标注如何限制他一个人。所有人都在等，这一次命运是否终于愿意对他松口，让他踩着曾经那些看衰的言论，带着祖国站上世界杯的舞台。如果真能如愿，那绝对是足坛近100年来最荡气回肠的一场翻身仗，会有无数个像当年那样的凌晨，球迷们设好闹钟，只为见证这个男人终于捧起他真正想要的那座奖杯。如果依旧事与愿违，其实也没关系，因为那些为了他熬夜守候的凌晨3点半，那些逆境里依然选择相信他的目光，早已足够珍贵。毕竟足球从来不是只靠一座奖杯来定义的，一个人愿意在无数次跌倒之后依然选择站起来，愿意在看不到终点的时候依然咬牙往前冲，这份意志本身就已经是留给后来者最珍贵的财富。奖杯是金色的，可属于他的那份纯粹与坚持，早已足够称得上传奇2个字。哈兰德的故事还远远没有写完，属于这头北欧巨兽的时代或许才刚刚拉开序幕。你觉得这一次命运会不会终于站到他这边，让他带着挪威闯进世界杯正赛？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也别忘记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我们下次见，拜拜。